今天3位选手总算是凑齐了小尺寸平板大结局。不过开始之前有几点说明：第一，不得不先抛开价格，毕竟 Redmi 确实比较狠，如果每个环节都将价格纳入考量的话，恐怕几乎就没法玩了。这点放在最后再探讨更合适些。第二，截至本期完成之时，估计这里面大概率会有新的 OTA， 但受限于成本，显然又不可能重新来一遍，所以谨慎参考。第三，视频无法事无巨细的涵盖所有方面，何况还是单期多款的情况。但好消息是，肯定没有迷魂汤，我坚信所含内容足够帮你做出决策判断，让我们愉快的搞起来吧。首先，哥3个毕竟同在16:10的小尺寸平板框架中，身形大小、重量、手感就这么个玩意儿，实际在手没啥太根本性区别，这个层面不存在绝对的你死我活，一定要点评。那么个人观点，首先论精彩程度，红魔无疑。一如上回所述，哥们塞了最多的东西，有最大的屏幕和高屏占比，同时摄像头也不凸起，即便绝对尺寸数值是比另2位略大一点，还重了3到40克，但凭这种踏实的紧凑凝练以及浓厚的专属电竞氛围，依然不可不谓精彩。然后论实用价值，我选联想16:9身形呈现16:10屏幕，简直神来之笔。它并非保留了额头下巴，而是双侧做成了超窄边框，竖屏单手握持可以说无出其右。同时碍于空间压力，稍显拉长的部分反倒促成视觉闭环。最终不论数值几何，只要拿在手中，怎么都会让你觉得仿佛它才是真正最小的那个。此外，三者也唯有联想通过边缘到角还照顾到了横屏手感。总体除了翘翘版的遗憾，实用价值拉满。最后只剩绝对尺寸数值了，必须 Redmi。也许出于定位的关系，为了覆盖最多用户群体，同时尽量规避可能的挑剔，使得你在他的身上找不到任何标新立异或者倾向伏笔，整体甚至隐约飘散些许苹果式的简约无趣。不过该说不说，倒确实足够的通用合理，三者中也最不可能遭遇到场景问题。总之，就算摄像头一样凸起，也未达到红魔般的屏占比，电池容量比联想还小1%，起码绝对数值兜底，说破天也是哥们儿最为轻薄迷你。好了，胡扯半天，不知道这第一印象朋友们更喜欢哪一位呢？欢迎弹幕留言参与互动。屏幕视野虽然几位同是16:10比例，尺寸也相近，理论体验不会有啥大差别，但实际当中红魔多出来的0.26英寸和高屏占比，对比 Redmi 在感受上确实要开阔不少，而对比联想更是显得妥妥大屏无疑。再结合可自定比例的随心显示，即便像此前视频当中所讲，并非所有的游戏调整后都一定能获得额外视野，综合也是最佳无疑。联想补充一下，这哥们儿挺特别，尽管碍于不等边的关系，某些时候可能让人觉得观感相对好像有点压抑，然而同样的屏幕横拿竖握，无论体感亦或心理，就是神奇的格外轻松没压力。舒适度层面当真有点东西。前摄位置姑且不论，小尺寸平板中放在侧边类 PC 与留在额头像手机，哪种逻辑更加契合全场景实际？反正如果游戏的同时视频通话或者进行直播，只有红魔能保你正脸，且不管极致操作都不会被遮挡。震动方面虽然也同是双 X 轴，但实际效果不尽相同。Redmi 系统打字 OK， 段落明确，游戏中力道甚至可以说还挺猛。但离奇的是，和平精英为例，震动与画面中的射速明显不匹配，一梭子下去震感只有50%。联想同样力道也很足，可是系统 UI 下完全就是一坨，毫无段落可言。游戏中是整出了几分打击感，但也有些过于浑浊。红魔倒没什么明显问题，目前和平精英高级震动也给到了适配，不过总体震感相对另2位却要弱一些。其他只有联想对扩展存储提供了支持，只有红魔受限于架构，没有侧边中置接口，这点也是它本次最大的硬性遗憾。
接口功能说白了，目前没有谁真正做到相对完美，唯一区别就是能否覆盖你的特定需求。算是速度实测估值，联想最快且兼容性不俗，红魔次之，最后是 Redmi。不过即便如此，理想情况哥们至少也有300兆每秒左右，足够满足正常所需。游戏相关肯定要数红魔了，如果这都罩不住，其他更不用想。Redmi 强生态，品牌基数大，比方你用小米 Redmi 的手机或者电脑，那只能选这个更通顺。其他最大亮点，个人认为是约等于反向输入的无线副屏，唯有 Redmi直接系统内置，可以通过 WiFi 变成扩展显示器，同时兼容 Windows 与 Mac 双平台。联想其实还行，但和 Redmi 一样也还是不够深入。例如两位虽然都有 PC 模式，然而同步投屏的话却并未提供虚拟触控板或者有线息屏投屏，反倒是没有 PC 模式的红魔虚拟触控板、手柄以及息屏投屏等等全都带。外放哥几个都配备了对称大尺寸扬声器单元，不过说实话效果调的也都没有想象中好。就个人听感而言，红魔还是手机端的风格，声音相对散而薄，高频偏多，显得尖锐。Redmi 可能是这里面3频最均衡的，对转录效果有很大加持，也不怎么挑曲儿，只是实际其实可能并没有录出来抓耳。联想增幅了低频，如果你喜欢类似某些车载音乐咚咚咚轰头的感觉，那么有泛音的联想低音弹性好，相对最澎湃。不过也正因如此，录出来之后反倒显得很闷，不比现场，稍微吃点亏。OK， 有兴趣的同学，咱们简单听听看，说说你最喜欢哪种风格呢？屏幕部分细屏光波反射，红魔除光线之下蓝色、紫色波段反射比较多，正视角确实还是比较能打的，不过但凡稍微转换视角就不行了。叠加彩虹纹的灰色观感远不及另两位 LCD 黑的深邃纯粹。点亮屏幕，首先关于分辨率，虽然上回说到红魔的 Real RGB 排列在相同 PPI 前提下对比 LCD 无明显折损，效果挺好，但架不住 Redmi 和联想的分辨率确实高不少， PPI 基本持平在400左右，而红魔满打满算也就300，实际肉眼至少低了 25%， 于是一如画面所见，绝对清晰度自不比另两位那么的清晰锐利。个人还是持相同观点，下次红魔 PPI 至少应当提到350附近方更通顺。肉眼观感 Redmi 与联想的 LCD 最大问题就是漏光与暗影，尤其如果你已经用惯了 OLED， 那么无论是最大亮度纯黑画面的激情四射，还是最低亮度纯白画面的满眼斑驳，都可以说是比较惊心动魄，时刻隐隐飘散着饱含年代感的折磨。不过当然，偏爱此类复古韵味的朋友全当我没说。有趣的是进一步琢磨，暂且抛开暗影单瞧漏光，两者任选其一，水平反转，分布特点立马近乎重合，就好像很难讲出身没有任何瓜葛。当然红魔也不用先急着乐呵，彩虹纹一样能带你逆向跨越时间长河，体验简易版防窥膜。此外暗光灰阶正常没啥，但手动最低亮度嘛，也很难说还是灰色，反倒有几分模拟 LCD 漏光般的别具一格。亮度方面从后往前 Redmi 相对最低，全屏手动最大亮度与激发未见显著区别，都是只有中间这一块能到600尼特，平均大致在560到570之间，10%HDR 窗口强点可达750左右。然后联想手动平均最大亮度650尼特，开启高亮模式，激发平均能到800。最后红魔到底还是 OLED 秒杀 LCD 没悬念，最关键的是均匀度起码比另两位要好1倍，只是功耗相对也要高一些。Redmi 和联想之间大差不差，理论上刨除误差，同亮度下应该基本就是一样的。频闪尽管红魔高亮类低吸，低亮也做了5280赫兹闪烁豁免级超高频，但非要比本来就不闪的 LCD， 注定还是会有一定差距。不过该说不说，默认模式10尼特暗光的蓝光表现反倒可能是三者中最好的。联想和 Redmi 大体就是同个东西，毕竟此时光谱也没啥太明显差异嘛。
色彩一方面设备拿去维护了，另一方面就这3个玩意叮咣的念一堆数，我感觉好像也没啥价值。毕竟追求这方面肯定首推 iPad， 看怎么安卓呢。那么张口就来一把，从个人角度出发，有的选，反正我肯定是 OLED。移动端这种普通 LCD 总是让我觉得好像太复古了。同时坦率讲，即便红魔有着前面提到的几点，但不论亮度、均匀度、对比度，甚至响应速度等等，多了不敢说，干个 LCD 还是手拿把掐的。日常观影、游戏都极具优势，也更加讨喜。当然，对于坚定的 LCD 档用不了 OLED 的话 ，Redmi 和联想之间属于难分伯仲。要我说，它就没啥实质区别。追求相对浓郁明艳就是联想，而如果咱真就是说非得要准头，别的都无所谓，那么这里 Redmi 肯定最靠谱。不知道此刻屏幕前的你3选1会如何抉择呢？欢迎弹幕留言告诉我结果。说从采样，咱们直接最高档位王者荣耀为例，红魔和 Redmi 差不多，都是240赫兹左右，最高的是联想。不过这哥们儿还是有点特别，我这版固件很难讲到底应该算多少赫兹，1万次取样当中始终超大范围波动，往少了说可以算作310赫兹，往多了也可以当做400，而平均在大概360赫兹上下。有趣的是，可能正因如此，点击延迟估值联想也是最低的，红魔次之，最后是 Redmi。更是做层面三者差不多，也许画面中你会觉得红魔相对弱，但不排除只是显示的关系，因为它分辨率最小嘛，导致显示的画面相对比较大，所以很可能在响应逻辑上其实是一样的。开始性能测试之前，还是有2点说明，一个是众所周知，为避免大家焦虑影响心情，目前内部温度这块厂商一般都会人性化处理，直接屏蔽。骁龙是不敢让你看 CPU 温度，天玑则更彻底，全部温度都不可以。所以接下来如有涉及，将主要为联想和红魔的 GPU 与电池温度，不包含 Redmi。这点并非什么奇怪的原因，只是单纯几乎无法获取。另一个是关于红魔的内循环散热，上次已经探讨过，今天这里统一为开启内循环极速档位，不再单独注明，别看岔劈了。30度 3D Mark 烤机，该说不说，联想这老小子果然没有令人失望。尽管无法手动为此开启性能模式，但贴心的关联好了白名单，全程平均 13.3 瓦暴力输出，骁勇不凡，甚至令砍下 11.4 瓦的红魔觉醒模式都略显黯然。不过还没等 Redmi 狂暴的喊出联想牛逼，只听红魔先生说道：“既然尔等不知何为调教，在下也略懂一些拳脚，严把霎时破坏神附体，15.3 瓦瞬间清场，摧枯拉朽，毁天灭地。”总体而言，三者当中追求最狂野释放，仍旧红魔无疑，能以近乎2倍于 Redmi 的输出硬扛30度还温，并将封批联想干成地中地的承压能力，当真堪称代际绝顶。只是没有外挂辅助散热前提下，也确实不建议开启，这里演示意义大于实际，日常觉醒模式足矣。至于 Redmi， 毕竟严格讲目标用户范围大，可能相对于狂暴使命更在意避免烫手批评，所以默认温控尤其在 GPU 部分收紧了一点，倒也不是完全不能理解。大火力仅维持了3分半，全程平均也不到 8.2 瓦，似乎并没有因为平板身形获得显著额外增幅，反而与以往自家同样搭载天玑处理器时的手机端高度相似。受此加持，温度自然也就非常低，周身5面自热点平均仅有41。这方面红魔和联想由于功耗上下始终至少2瓦的差距，所以难以直接评断散热孰好孰坏。不过有一点关注，就是内循环作用下，红魔确实更加倾向热量导出，且发热在主板区域高度集中，导致不管取前后也好，还是多面最热点平均也罢，严格讲最终呈现上都稍稍有点吃亏。因为即便30度还温下，最热点甚至能捅破65摄氏度的超15瓦破坏神模式，前后面板大致操控范围其实也就和13瓦的联想差不多，区别并不是特别大。同时 GPU 与电池还分别低了 1.1 和 2.4 摄氏度。合理起见，接下来游戏当中红魔联想之间出5面最热点平均，朋友们最好留一下左右边框，或许更能反映实际体感。30度半小时最高画质王者示威时，总体而言，如果只论帧率，毫不意外，红魔最丝滑，联想次之，然后是 Redmi。当然这个差异确实非常小，不细抠的话说是一样的，好像也没啥大问题。那么综合功耗与温度，此处 Redmi 就很有优势了，毕竟哥们儿仅用了不到 5.4 瓦嘛，周身5面最热点平均也才39摄氏度。联想最大问题是我这版固件中性能档位缺乏自适应能力，让人误以为这玩意打王者都得9到10瓦热到爆炸，然而其实只是档位选择问题。
且抛开释放程度，此处不论实际效果还是调教本身，均衡模式与野兽模式并没有任何显著区别，选前者才是正解。这时候就只需要 5.8 瓦了，整体各方面几乎与红魔完全重叠。当然往死里抠还是红魔小胜，除更平直的帧率，左右边框平均温度比联想低 0.5 摄氏度，内部 GPU 也低了 0.6。同时这里图当中不难看出，红魔可以说虽然在设计上非严格意义的中置主板，但效果却胜似中置，握持体感更舒适。最后一个有趣的迹象，不知是否同为中置主板的关系， Redmi 与联想之间机身表面发热特点与位置属实高度趋同，各方面总让我觉得 Redmi 似乎有点 Ctrl CV 的嫌疑。30摄氏度最高画质原神，同为 1080p 渲染 ，Redmi 表现意外抢眼。尽管平均 6.5 瓦的功耗并不是最低的，但是这个帧率和温度是真的有点东西。实打实满帧，周帧平均仍旧只有39摄氏度，与 6.1 瓦的联想均衡模式差不多，比 6.3 瓦的红魔还低了2度。本轮三者之中毫无疑问的综合最佳。联想糟糕的性能档位问题在此处进一步显现，均衡模式火力不足，1楼仅有不到31帧，野兽模式又释放偏多，生生怼了将近8.1 瓦，令人无所适从。为对齐帧率，横向这里只能以野兽模式为例了。周帧平均比 Redmi 高了2度，跟红魔倒是差不多，但双侧边框平均也高了1度 ，GPU 高9.2度，电池高3.7，所以很不幸，依然谁也没整过。星穹铁道一如考级 ，Redmi 率先触顶打出击机，末段黄金的时刻地图当中受限与温控表现基本无法与另两位相提并论。不过考虑到这里只有哥们自己是天际处理器，所以在游戏设置中默认图形接口改成发哥更拿手的 Vulkan 应该也算合理吧。可以看到，尽管切换之后末段1楼依然会拉低均值，但总体帧率却直接换了天际。结合仅 8.8 瓦的平均功耗与丝毫没动的全场最低机身表面温度，即便对手皆为游戏平板，也无疑拥有相当竞争力。红魔帧率无懈可击，明显比联想更加平顺。温度好消息是得益于低了 0.6 瓦的平均功耗以及内循环散热， GPU 比联想低2度，电池低 1.6。不过坏消息嘛，你懂的，热量不会凭空消失，全都整到机身表面了。机身五面最热点平均温度比联想高了4度，双侧机身平均高1度。总结，牛批倒是牛批，但就是相对有点热。然后说实话，局势对联想恐怕有点不利啊，温度碰不起 Redmi， 帧率又打不过红魔，这 10.2 瓦就很难讲。当然话说回来，也能往好了想，算帧率全打 Redmi， 是温度尽可占红魔，是不是一下子就扭转乾坤最均衡了？不知道这局朋友们更倾向于三者当中的哪一位呢？最后巅峰时刻，咱也试一试传说中的明朝，还是30摄氏度还温，画质全开全高。路线根据群里老铁们的探讨结果，地图选在了七丘的卡壁托山，由城区最高处开始往下走，尽量贴地飞行为主，连跑带颠为辅，沿红线疯狂折腾，一圈大致10分钟，如此循环3遍。最终结果，红魔碾压式完胜，以三者当中最低的平均 9.8 瓦功耗砍下平直到难以置信的帧率。周身温度如果抛出主板区域干扰，双侧边框与 11.7 瓦的联想持平，内部 GPU 则足足低了11度，电池低3度，简直堪称位面之子级呈现。那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因为物理分辨率的关系，尽管红魔默认点对点渲染，但说到底其实比另两位低了至少 20%， 压力相对小不少。不过当然，坦率讲，实际在手，如若不是刻意数像素，其实我都没看出来有啥区别，反正就是这么个情况吧。Redmi 和联想渲染分辨率放太高，前者虽然怼到 10.5 瓦，但帧率还是一言难尽，唯有温度属实低，周帧平均才 42.5 摄氏度，后者 11.7 瓦勉强撑下来了，不过好像也没啥太大意思。于是为避免哥俩觉得心里苦，公平起见，我决定再给他俩一次机会，在游戏设置当中手动降低一档分辨率，转为与红魔最接近的高画质，又来了一发。结果中可以看到，不论 Redmi 还是联想，帧率都确有长进，只是依旧没能达到红魔的程度。流畅顺序还是红魔、联想、Redmi 没变化。温度方面 ，Redmi 同此前完全一致，联想周身平均下降1度左右。内部尽管还是比红魔热不少，但也确实 GPU 下降5度，电池下降了2度。关于红魔，此处最大纠结可能唯有周身温度了。但正如前文所讲，如果从实际体感出发，事实上双侧机身平均，即便参考温度最低的 Redmi， 也就高了 1.5 摄氏度。可以说，只要不是倒过来握持，非得按住主板玩，感受上差异并不明显。
充电方面，虽然3位宣称功率并不相同，有67瓦、68瓦，还有个80瓦，但其实实际充起来都差不多。峰值功率也基本同为60瓦左右，平均功率红魔和联想35瓦 ，Redmi 稍低，大概33瓦。这就意味着，尽管0到100%的 UI 满电时长同样需要1小时，但是过程当中 Redmi 确实相对慢一点，15到45分钟之间，最快是红魔，其次为联想。电量没啥悬念，红魔基数大 ，UI 满电估值最多约7500毫安，然后联想约7400，最后红米大概7100。当然，红魔想要完整拿到8200毫安，满电后的涓流时间确实也是最长的，还得再加半小时。此外，或许由于调教上的原因，小红多出来的这几百毫安其实并不能让你明显感知到续航会比另2位好。就我个人使用来说，三者续航差不多。好了，总结一下，如果你预算充沛，侧重游戏相关体验，那么这里面红魔电竞平板3 Pro 显然是不二之选，插件可玩性最高，性能释放最好，同时 OLED 屏幕也能带给你拉起手机端的出色画面效果。Redmi 最佳，性价比无疑。虽然纯论性能，释放上限是没有那么高，但正常范畴不输电竞级，甚至很多时候温度还更有优势。加之最棒的综合普适性与祖传杂盘价格，反正我是真想不出来有啥可挑剔，非常可以。只是话说回来，有些游戏模拟器对天玑的兼容性恐怕不比骁龙，有这方面要求的话，或许需要进一步考虑。至于老前辈联想，尽管进场时间最早，却似乎并没能建立足够深邃的护层盒，连屏幕塑料支架都是本作才刚刚去掉，于是面对夹击也就显得多少有点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儿。除去好手感与支持扩展存储，游戏表现优势不明显，系统体验又是三者当中最简易，可能相对适合的还是有时间且愿意折腾的同学，短期内第三方支持度稍好些。不知道诸位怎么看待这三者间的关系，谁会是你的最终选择呢？欢迎评论留言分享观点。OK，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全部内容，感谢收看，我是大手哥，我们下期见。